不废话，直接上干货。这些是幻塔隐藏任务时光旅人系列所有的笔记本地点，需要按照顺序触发任务。上一期已经做了 1.1 到 1.3 的解读，本期我们继续下面的部分，来到201避难所，可以触发 1.4 的任务。注意，这里的笔记内容记载的并不是我们任务里出现过的佩洛，而是很多年前的小女孩。笔记本只是触发任务的起点，但故事却是发生在现在，这点很重要。任务开始，我们先找到戴安娜，得知她的孩子佩洛生病了，高烧不退，我们帮助她去寻找芬尔医生。找到医生后，他让我们帮忙取药。箱子里东西很多，首先是信件纸，这信已经旧得发黄，但却保存得很好。这里是一个小伏笔。接下来是医学书里面夹着的实验对象观察报告，依旧是泛黄的，说明年份已经很久了，上面还盖着海加德的印章。从这里也能看出芬尔并不是普通人。取完药后，我们跟着医生找到戴安娜，在和芬尔对话中，我们得知佩洛患的是一种慢性遗传病。幸运的是，现在已经有了治疗的方法，但风险却很大。曾经芬尔治疗过同样病症的小女孩，指的就是笔记里记载的女孩，但当时海加德的研究极为保密，女孩只能作为实验体参加治疗，最终手术失败而过世了。这也成了芬尔心中的阴影。在主角的鼓励下，他决定还是要试一试，毕竟现在技术更成熟了。从这里可见，海加德对元能是极为推崇的，他们试图用元能来治疗疾病。既然元能都用作了医疗，在其他方面应用肯定要广得多。回到海加德，我们给奥达奇说了此事，没想到他答应得非常痛快。随后他说出了芬尔曾经也是海加德的研究员，并且一辈子专注在元能医疗上。看来芬尔博士对我们依旧有所保留。之前他的说辞可是认识研究员，托朋友关系。还记得之前讲过海加德的提纯吗？分为支持元能派和反对元能派，但除了这两派以外，还应该有一个派系，即是中立派。不论是什么争论，都会存在保持中立的人。芬尔显然就属于这一派。或许他过去还是元能的拥护者，但当治疗小女孩失败后，他也有些迷惘了吧，所以选择离开了海加德，定居在了避难所。如果不是佩洛的病情，或许这个博士也不会再趟海加德的浑水。可见还不知道有多少有能力的人，因为和海加德的理念不合，选择离开或者投入艾达之子的阵营。回到避难所后，芬尔又提起了过去，还说女孩写过一封感谢信，这封信就是我们在箱子里翻到的，保存完整的泛黄信，压下的文案在逻辑性上很严谨，很多地方都是前后呼应。在把佩洛送去治疗后，到此 1.4 任务结束。笔记本上记载的结局是女孩并没有好起来，依旧异化了。然后海加德启动了自毁程序，这里对应的是芬尔房间里那封实验对象观察报告。他正是知道了女孩的下场，才会选择离开海加德吧。利用元能进行治疗，但却导致了异化。可见海加德此时就已经知道了元能可以异化，但他们想只享受元能的好处，而剥离其弊端。元能的异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远望号，明知有异化的可能，却还选择启用元能。海加德的心思很难猜啊。来到沃兰雪原，可以接到 1.5 的剧情，记录的是小男孩拿到了哥哥研究的抑制器。注意这里的时间，大灾变后的4年，也就是公元2668年，刚好是抑制器面世的时间，设定契合就很舒服。在旁边的箱子里找到了一张海加德员工证，正是小男孩的哥哥曼森的。随后我们来到海加德，找到奥达奇。注意此时的对话，在艾达之子的据点里捡到的，这是不是说明曼森已经加入了艾达之子呢？奥达奇也说他在10几年前就离开了海加德，看来投敌的可能性很大。奥达奇委托我们调查一下这件事，注意是委托哦。主角和海加德之间一直都是平等关系，拿钱办事就这么简单。来到班吉斯，发现这里大变样，店铺都被改建过，以前的地址自然不存在了。但好在我们遇到了快递小哥，意外获得了一封曼森写给弟弟的信。在颗粒这又了解到屋子10几年前被弟弟卖掉了。其实这个时间很敏感，曼森是10几年前离开了海加德，弟弟是10几年前卖掉了房子，搬去了矿山。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从后续也能看出弟弟是憧憬加入海加德的，但现在却躲在矿山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，甚至还要隐姓埋名。矿山的生存环境并不好，从卖掉房子也能看出来弟弟是有些积蓄的。为什么会选择移居矿山？矿山除了矿工就是奴隶，地势险要，生活质量也不好，选择这种地方多是为了躲避什么？那么弟弟究竟在躲谁呢？来到矿山，我们得知弟弟已经改名换姓，现在叫做老罗杰。找到他住的房子，注意此时的对话，我们叫罗杰，他应了，但我们说塞姆尔，他回答却迟疑了。当知道我们带来了曼森的证件和信后，他依旧保持着沉默，最后更是说不认识什么曼森。这能看出来罗杰不想和曼森扯上关系，但是恶意的还是被交代的，我们无从得知。既然他不要信了，主角也就打开看了。信里面描述元能的可怕，并谴责了海加德研究元能的计划。可见在海加德内部，也不像表面一样风平浪静，元能的研究让更多的科研人员感到畏惧。
这里说一下遗迹，在遗迹里也有一些记录。当里面的研究人员得知海加德的实验后，也是认为他们都疯了。回到海加德，奥达奇又提供了一些线索。弟弟30年前申请过加入海加德，但因为年龄不够被拒绝了。但现在年龄应该够了，为什么反而没有加入海加德呢？让我们梳理一下剧情。我们是在沃兰艾达之子的据点发现的工作证，然后得知弟弟住在班吉斯。到了班吉斯，发现弟弟搬到了矿山，找到了弟弟，发现他不仅隐姓埋名，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哥哥。综合以上信息，推测哥哥最后离开海加德，加入了艾达之子，所以我们才会在沃兰找到了工作证。弟弟的搬迁也是受到哥哥的影响，这封信是没有送到的，而弟弟却做了搬家的决定。这说明弟弟肯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消息，知道了哥哥加入了艾达之子，所以之后他没有再加入海加德，但也没选择艾达之子，而是选择搬到矿山浑浑噩噩过日子。可能这辈子他都不理解为什么哥哥会变大。这封信本来可以解释这一切，但注定是个悲剧。在班吉斯的郊外接到1.6的任务，猎狗帮的大小姐。笔记记录的是一个男人因为被救而加入了猎狗帮，这个人就是之后见到的普林斯。接到任务后，我们发现了躲着的戴亚，他说自己正被猎狗帮追杀，实际上却是离家出走。接下来我们接到委托陪他去班吉斯，有意思的是他说猎狗帮会埋伏在废铁皮里，如果你过去会发现里面真的有埋伏的猎狗帮，这样泄露秘密真的好吗？刚到班吉斯，普林斯就追上来了，通过交谈得知戴亚是族长的女儿。再次找到戴亚，他向我们吐露了实情，虽然一出生就是猎狗帮的人，但他却很讨厌猎狗帮，他不认同猎狗帮为了生存就胡作非为的理念，只能说被社会教育的少，在末日环境下，有时只有不择手段才能活得下去。回去找到普林斯，他说担心大小姐碰上艾达之子的人。从这里能看出，艾达之子和猎狗帮之间并不是盟友。再联想到在矿山，猎狗帮还在抢夺特效药，双方关系并不算好。这里的任务最后不了了之了。任务的结尾是戴亚出生的时候，而记载的男人正是普林斯。他因为被猎狗帮所救，带着儿子一起加入猎狗帮。猎狗帮在游戏里一直是被我们欺负的存在，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这个故事更加丰满了猎狗帮的设定，他们也是可怜的人，有着家庭和亲人，只是选择的生存方式不同。在末日下，他们选择抱团取暖，不择手段也要活下去。那他们错了吗？肯定错了，因为他们伤害了别人，但他们为了生存却并没有错。真正错的是海加德。如果不是大灾变，不是元能，或许这个世界本不该如此，也难怪有那么多人选择加入艾达之子，意图推翻海加德，重回没有元能的时代。任务 1.7 记录的是一场博览会，第一站是折月门技术。折月门我们并不陌生，从星岛和沙利一起修复折月门后，我们就一直享受折月门的便利，将人体打散再重新组合，各地的折月门都被一条元能的输送网连在一起的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折月门既然和元能有关，亚夏是有元能使用的，那么维拉呢？维拉是用什么能源维持折月门的呢？在维拉的折月门的介绍里，我们能看到第7区对其做了结构改造。现在的折月门又是用什么能量维持的呢？会是用的福星矿吗？第二站是班吉斯的载具。班吉斯重工是依靠克雷特带来的载具资料一点点发展起来的，这些载具都是大灾变前的，但现在元能研究受限，受谁的限制呢？克拉瑞尔在研究时空回溯，但也必须是秘密实验室，不能对外透露。可见海加德对元能的使用管控很严，他们害怕有别的组织也研究元能的时空特性，走在他们前面。但艾达之子才不会管海加德想什么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除了海加德，只有艾达之子对时空技术掌握这么好的原因吧。但你以为受限就能拦住克雷特吗？既然班吉斯重工不能研究，那么人工岛如何呢？在 1.0 的剧情里，最被低估的就是克雷特这个人，有钱有技术有头脑，白灵对他的评价也很高，称为末日里的马斯克都不为过。班吉斯是有放贷机构的，王哥就熟得很。克雷特在班吉斯也是神一般的存在，说他对海加德没点想法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自己的妻子死于遗传病，儿子也犯了病，他非但没有联系海加德，反而选择自己秘密的研究，可见他并不信任海加德。人工岛的布局是亚夏剧情的一大遗憾，猎狗帮、掠夺者都已经登岛，一直期待艾达之子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人工岛。可能很多人都忘了，人工岛宣传的时候有过神秘访客 X 吧，可惜亚夏剧情被节奏带得飞起，玩家也是不买账，所以最后废案了。像是掠夺者的总部、人工岛的秘密研究、艾达之子去的第4位面，都只能存在于文案里了。幻塔发展到现在，剧情的割裂感，相信大家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。维拉不论是设定还是阵营展开，都和亚夏是独立的一样，这可能就是制作组不得不为之吧。亚夏的质量并不算差，但直到今天，还有些人一提起亚夏就要正义切割，推荐新人不要玩亚夏剧情，看似很理智，其实已经不知道被节奏带歪到哪里去了。
任何一款游戏在初期都不可能一战封神，有了前期的积累，才有了后期的经验爆发。正义切割实际上是否定了制作组过去的努力，也正因为此，我才会一直对亚夏不断挖掘，不希望他们的努力被白费。他们想讲好一个末日下的故事，但制作经验不足，文案虽然写得不错，剧情表现却平平无奇，很多想传达的东西玩家 get 不到，最后又因为被催着上线，进入了赶工期，后面的支线甚至都没来得及做，一季里的线索更是变成了解密。但尽管如此坎坷，游戏最后活下来了，只能期待未来的某一天，等制作组产能富裕了，可以补全亚夏的剧情吧。有些扯远了，回到班吉斯重工，我们找到了 V 博士。我是有些怀疑 V 博士就是古兰的，毕竟这个房间我们来过太多次了。帮他收集零件后，得知他正在研究悬浮载具，其实这个载具已经人手一辆了。还记得人工岛兑换的载具吗？用的正是重工代币。幻塔很多物品的名字并不是随便起的，而是有设定在里面的，这样代币兑换载具就顺理成章了。但是这些笔记和记录究竟是什么呢？他们不只记录了信息，还会跟随着玩家的行动浮现出新的内容。日记的结尾是公元2663年的博览会，可见大灾变前是元能发展的鼎盛时期。也许就联邦的科技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得多。看来隐藏任务要分3期来讲了，下一期会分析一下时空旅人的笔记究竟是何来历，也给这个系列做个完结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